穿越3年，我将大雍科技推进了300倍。宣旨，封裴景恒为镇王，与地族缔结盟亲，3日后告庙。陛下不可，沈先生尚是您的丈夫，怎能再让旁人进入缔结礼序？北境军粮只剩18日，裴家愿开2座粮仓，交出驿站与粮道，条件是封裴景恒为镇王，与地族盟亲。若不用裴家粮方，前线数万将士怎么办？10年前，临川疫病，旱灾并起，是沈先生风景致意，开渠云水，后来建高炉、修水利、立格物院，才有今日的大雍。如今江山安定，陛下却连一句商量都没有，便要让裴家进入他亲手建立的格物院。裴家完成粮道、军籍与兵符交接后，阵亡权力才会生效。诏书已经拟好，告庙日期也已经定下。陛下召臣来，不是商量，只是要臣理解。燕川，前线等不起。臣明白，但事情紧急，不代表臣与岁岁便没有说不的资格。退朝，沈燕川留下。裴景恒不入内宫，不与你争丈夫身份，也不会取得岁岁的监护权。裴家交出军籍、粮道与兵符后，他的权力才会生效。他仍能列席宗正议事，协理3州军务，还能向格务院举荐2席。若裴家违约，盟约立即冻结，朕已把风险压到最低。所以条款足够严，便可以不问我是否接受。就严到只有5成把握，朕不能拿数万将士的命去赌。我没有让你放弃谈判，我反对的是你把我和岁岁也写进了条件。裴景恒不会取代你。可他会在告庙礼上签岁岁入宗庙，岁岁愿意吗？他才7岁。所以你没有问他，也没有问我。这只是政治盟约，朕爱的人始终是你，你比所有人都懂朕。宁昭月，每一次你说我最懂你，接下来便一定是让我退一步。那你要朕怎么办？放弃粮仓，拿前线将士去赌？我从未要求你放弃天下，我只是不想再因为你的天下放弃我自己。你去哪里？回天宫院，交还2员印信。朕没有撤你的职。可你已允许裴家进入格物院，最终责任既然改变，印氏便不该继续留在我手中。是你做完决定以后，才想起我也在这段婚姻里。宫里在挂红绸，李官说3日后裴叔叔要牵岁岁去告庙，可岁岁有爹爹，为什么要别人牵？你愿意吗？不愿意。可李官说岁岁不听话，别人会笑阿娘没有规矩。规矩若不问你愿不愿意，便应该改。那爹爹会留下吗？岁岁，爹爹这些年一直在修一扇门，他可能通往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你会走吗？可能会。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因为爹爹一直在逃避这件事，是爹爹做错了。能带岁岁一起吗？那扇门没有做过活人测试，爹爹不能拿你的性命冒险。那你便可以拿自己冒险。阿娘，岁岁不想让裴叔叔牵着去告庙。为什么？他可以做阵王，可以帮你处理3州，但不能因为帮了你便进入我们的家。是你教他的？是岁岁自己想的。家约写着，与岁岁有关的事也要听岁岁说话。好，你不愿意便不让他牵。那爹爹会留下吗？无论门通向哪里，爹爹都会想办法联系你。带着，这样你不会忘记岁岁。不会忘。臣请归还天宫院与格物院印信。沈燕川，临川水渠工坊标准，矿山巡检，工商福地与灾备粮轮换皆已交接。臣不在，2院一样能够运转。退朝，朕没有撤你的职，你为何一定要走？因为结果有用，不代表过程可以忽略。你救下前线，也不能默认我和岁岁必须接受所有代价。再等3日，裴家交出军息3州便能稳定，到时什么都不会改变。既然什么都不会改变，你为什么不能事先商量？因为时间不够。不是时间不够，是你知道我会反对。这是岁岁的监护声明，未经他本人和生父母共同同意，任何人不得参与他的封爵、婚配与继承礼仪。你为什么留下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亲自替他说话。10年前，我从这里来到大雍，大雍1年，现代约1个月。那是什么地方？我的故乡。你早便知道门可能打开，只是可能。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说。后来我们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便一次次拖延。这是我的错。既然知道是错，便留下，我们重新谈。我已经取消岁岁的引礼，也可以立即宣布告庙延期。裴家若不交军籍，整个盟约全部冻结。你现在愿意取消，是因为终于听见岁岁说不愿意，也是因为发现我真的会走。难道这些还不够吗？不够让我继续留在婚姻里。
你当真要因为一政治盟约丢下我与岁岁？不是因为裴景恒，是因为你明知道我会疼，仍然认定我应该为了你的天下忍着。而我也有错，我早该告诉你我已经无法再这样生活，却一直等到门打开，才替所有人决定我何时离开。那便再给我一次机会。过去每一次，我都以为下一次会不一样，这一次，我想先停止。岁岁怎么办？她永远是我的女儿。门如果再次开启，你必须先用物品、植物和动物确认安全，任何人不得让她独自穿越。那我呢？宁昭月，临春水池有人维护，歌巫院能够独立教学，栽培粮还有3年轮换。这万里山河已经可以离开我运转，往后的路你自己走。沈燕川，贺老师，你这10个月去了哪里？警方搜遍附近山林与河道，调取了沿途所有监控，你连一条消息都没有。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多远？1000年。你为什么看起来老了10岁？因为我确实过了10年。姓名：沈燕川，年龄：身份证26岁，实际经历36年。失踪多久？对你们而言，10个月。对你呢？10年。你说自己在另一个时代生活，有没有能够验证的东西？随身物品大多留在观星台。那便先休息，等证据出现再重新判断。省古建筑与水利遗址保护中心最近缺工程顾问，你不必立刻回原来的设计部。初始权限只限项目组指定图纸，所有判断都要在监督下书面登记。先去看，验证通过以后，再决定是否扩大权限。哪个临川？新发现的古城遗址。最奇怪的是，史书里几乎没有完整记述，遗址里却有非常成熟的水渠、工坊和标准化构件。你叫沈燕川？是。画上的人也叫沈燕川？我知道。你以前见过这幅画？没有。外貌、姓名和伤痕只能说明值得怀疑，不能证明你是1000年前的人。应该如此。你学水利工程？是。那便先看图。这是临川北城高卢区，考古队发现了一条供水渠，却找不到排水和冷却回流结构。回流渠不在高卢正后方，在向东偏27步，从沉沙池下方穿过，之后接入旧城排水渠。苏博士，东侧发现了封闭专渠，位置与沈先生判断基本一致。下方还有一座尚未清理的沉沙池。还要验证什么？你知道的所有事情，包括你记错的部分。病房城南还有一条被碎砖封住的地下暗沟，深度约1丈5尺，它连接旧染坊牲畜圈和城南老井。为什么会封？因为10年前，临川满城都是病人。又一个流民，送隔离棚。这些人为什么混在一起？都染了疫病，不关在一起，难道放出去害人？送水的人也染病，进来了便算。郎中呢？城里郎中也怕死。水从哪里来？城南老井，全城都喝。旱成这样不喝老井，难道喝泥？带我去见这里说得上话的人。你算什么东西？再把所有人关在一起，最多3日，你也会被送进来。殿下，城中百姓认定亦因您而来，若再不封死病房，恐怕引起更大恐慌。封死以后呢？断水断粮，让里面的人自生自灭。为保全城，只能有所取舍。连病从哪里来都不知道，你凭什么替取死？哪里来的刁民？你知道病从哪里来？不知道。哼，不知道也敢胡言。最早发病的是哪条街？每日新增多少人？没有准确统计。轻症和重症分开了吗？没有。病人家属、值守差役和医者有没有登记？没有。相关情况还未梳理完善，便实施封闭管理。单纯封闭无法妥善安置人群。你可知眼前的是谁？
至少是一个愿意让我把话说完的人。你叫什么？沈燕川，会治病，不会开方，那你能做什么？让真正会治病的人，不至于进去几个便倒下几个。殿下，此人来历不明，衣着怪异，言语狂妄，万一他也是疫病源头？你们说疫病是这位殿下带来的？他来临川多久？昨日入城。最早病人何时出现？半月以前。那疫病在他来以前便已经发生。需要病房名单，城中水井分布，最早病患住址和50名能听令的衙役，还需要铁锅、石灰、干净布料和单独空房。多久能看出变化？先做3日。若病人继续增加呢？查错了便换方向。你不怕承认自己错？错误不会因为我不认，便自己消失。从现在起，病亭调度由你负责。殿下，你若有更好的办法，现在说。我还不知道殿下叫什么。宁昭月。先做3件事：病人按症状分区，所有饮水必须煮沸，查清城南老井周围的污染。若有人不听，先解释。仍然不听呢？你是公主，这时候可以用一点身份。身份用来让规矩开始执行，不是用来让自己绕开规矩。好，本宫便看你的规矩能救多少人。继续。同一种病，为何还要分开？重症需要更多人照顾，轻症若与重症混住，可能受到重复污染，也会占用药材。先按结果做，原理以后再解释。老夫行医40年，你连药方都不会开，却让老夫听你安排。所以药方由你决定，病人怎么住，谁能进去，怎样清洁，由我安排。若你的办法没用，记录下来，改。老夫最讨厌装神弄鬼的人。正好，我也讨厌。柴火都不够烧饭的，烧开了有土腥味，病人喝了更虚。今日开始，病房、县衙与公共粥棚只用沸水。殿下喝吗？本宫也喝。杯子不能再递给别人。再取一只。婉秀，本宫已经沐浴更衣。病君不认识公主。你说的病君，谁也没有见过。看不见所有污染，但能看见它造成的结果。若污染无色无味呢？便需要更好的观察工具。先需要透明度足够的玻璃，再磨制镜片。多少钱？前期至少300两试制银。洗个手，你便要从本宫这里拿走300两？洗手不要钱，显微观察很贵。许大夫笑什么？沈先生不会开药，讨银子的本事倒像老手。袖子取下。又为什么？纹路太多，不易清洁。沈燕川，你最好真的能救人。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救回来，只能保证规矩不会因为你是公主便绕开你。殿下，我孙子也病了，你们说井里有毒，可我们祖辈辈都喝这口井。你孙子何时发病3日前。住哪里？染坊后街。染坊后街已记录17户病患，全城最早的100名病人中有63人住在城南井周围，其余多数与这些人有共同用水、送饭或照顾关系。这些数字谁知道真假？木牌每日挂在病房外，新增几人，解除观察几人，任何人都可以去数。若3日后封井没有效果，本宫亲自重新开放。我孙子能活吗？许大夫会尽力。今日重症区还有床位，也有单独煮过的水。那我送他去。这东西快成粪沟了。只是表面堵住，污水仍然通过地下裂缝渗入井里。谁负责染坊？染坊3年前由县衙转给杜家经营。谁批准在后院养牲畜？
下官有无查验排污？没有。周文检停职，交由临时审视组查明是否存在收受钱财、隐瞒污染和伪造巡检。殿下，下官纵有失察，也是一心维持城中营呢。您初到临川便停职就官，百姓会认为您借一瓶清洗异己，所以本宫不定你的罪，先停职、封账，公开查验。若你无错，恢复官职；若有错，按律处理。按勾位置、病患数字与后续新增，每3日公开一次，任何人都可以查。殿下，若数字不好看，不好看便更要让人知道。家里只剩这些，殿下收下吧，留给孩子。总要谢您。若要谢，以后看到数字不对，便来问；看到有人不按规矩取水，也来告诉县衙。今日怎么不吃粥？粮仓快空了，粥棚只够再撑5天，本宫的那份便省下来。你不吃，不会让粮仓多出多少粮，至少能多一个孩子吃。若你饿倒，所有调令、仓储与衙役调度都要重新安排主事人。你总能把吃饭说成公事。因为你只肯为公事照顾自己。沈延川，今日有人第一次叫我宁殿下，不叫灾星了。以后还会有人骂你。你不能说些好听的。可以，今日做得不错，只是不错，非常不错。娘不管了，都翻了，不管了，都翻了！殿下，城中存粮撑不过5日，草民愿献5000担粮换渡口与城南荒地30年经营权。拿临川30年的命脉换眼前的活路，杜万成，你算盘打得太精了。那殿下就看着百姓断水绝粮，没有水，一切都是空谈。3日，若3日内本宫找到稳定水源，杜家不仅要开仓放粮，所有粮价必须接受官府核定。3日找水，好，我便与殿下立下这生死契。年轻时见过北山石缝向外流水，后来山崩，旧导水洞被碎石堵住，水路也随之消失。清哪一处？第3处，第1处可能只是雨季积水，第2处土层松，继续向里容易塌。第3处与旧区方向一致，山壁后也有持续冷风。若山里还有稳定水源，最可能藏在这条旧导水洞后。若没有，便是我错。清洞。沈先生是不是看错了？杜家已经在城里煮粥施舍，只要去他家门口磕头便有1碗。谁敢走？想走的可以走，今日工钱照算。靠威慑留下的人，进洞以后也不会安心。后面有空腔，直接砸开！先加双层木撑，再挖导流沟。所有无关人员退出洞口3丈，破壁的人系双绳，听见异响立即撤。沈先生，约定时辰快到了，撤！先撤人，再确认，这次做到了。以后都这样。杜东家，5000担粮。杜家说到做到。粮食是杜家履行契约，不是施舍。新水源查验合格后归临川公用，病房、学堂和粥棚优先，任何人不得私占。临川还活着。水能救命，救不了这地。从外州买粮呢？周边3县同样受灾。杜家开仓后，现有粮食最多撑2个月。临川最耐旱的作物是什么？薯子、荞麦，还有山里人种的薯块。薯块产量如何？比薯子高，可长在地下。有人说吃多了伤气。先种10亩。全城缺粮，只种10亩能救谁？方法没有验证，不能拿所有田一起堵。一块挖排盐沟，一块增加冲洗，一块使用赌熟肥料，另一块按传统方法种植，作为对照。种地也要分这么多？否则收成好了，你怎么知道是哪一步有效？年轻人，
总算说了句像农民的话。祖宗几百年都用直的，祖宗有没有说过，直的永远不能改？若断了呢？记录哪里断，重新加固。你倒是什么都能记录，至少下次不必从头裁。扶手太低，离间玉石容易跳。能不能先夸一句，农具能用便行，夸你能让地多长粮。明日改。已经能用，还要改？能用与好用之间，差着很多人的力气。排盐不能1年完成，薯类也不能成为唯一粮食，来年继续轮作豆类、薯子和薯块，避免土壤越来越差。总算看到了希望。殿下，北方战事溃败，3000流民正朝临川涌来。殿下，粮食刚够本地人，再收3000人，谁也活不了。属下建议关闭城门。不开城门，他们会绕到村庄抢粮，也会死在城外。先登记，不能全部放进城内，按家庭、技能和健康情况分区安置。殿下，如此一来，他们只听您调动，朝中会说您聚集流民，培养私军。那便把规则写清楚，工匠归工造署，运输归商路署，夜间巡防由县衙与本地乡民共同负责，没有私人军籍，任何队伍不得持有超出工作需要的兵器。我们没有户籍，工程做完以后会不会被赶走？参与公共营造满6个月，没有违法记录，可以申请临川临时户籍；满3年转正式户籍。工钱、粮食和伤病补偿都按册发放。孩子也要做工吗？不需要，6岁以上进入临时学堂，学字、算术和基本卫生。年幼者由公共照护组照看。你想的比我完整。你负责让人活下来，本宫总要想他们活下来以后去哪里。他们不是谁的私人势力，他们拿工钱、签契约，拥有自己的名字。这路能用100年吧？沿路的地赶紧买，以后肯定涨价。每日温度、湿度、车流重量、表面裂纹。这是渗水了，是不是有人偷工减料？石灰、砂石和人工都对得上。我说过，石头性子不稳。先生，可以先把这段封起来，等重新修好，再对外说材料需要调整。为何不现在说？百姓刚刚相信葛务院，若知道第一条路便失败，他们迟早会看见裂缝。公开。殿下，公开什么？材料来源、配比，谁建议延后，谁决定先试，路为什么裂，责任写谁？写我。罗师傅已经提醒，是我认为赶工风险可以接受，雨水渗入、排水不足和石灰稳定性都被低估，我负责初始判断。先生，这3样东西能填饱肚子吗？不能。能打仗吗？也不能。那为何先造这些？没有纸，临川的户籍、工签和仓储账便无法长期保存。没有便宜的清洁用品，一凭规矩只能靠人反复提醒。没有更好的玻璃，许多观察和测量工具都做不出来。能看到对面，就是像隔着一层雾。因为你们选的沙不干净，烧火也忽高忽低。需要什么？细沙、草木灰、石灰，还要能稳住火候的新窑。最难的是退火。什么叫退火？玻璃从高温骤然变冷，内外收缩不同，便会自行炸裂，必须缓慢降温，让火慢慢灭便是。窑里哪一处热哪一处凉，你用眼睛看得出来。打铁也要看火色，玻璃不是铁。先试。是小人夜里添火慢了。窑里没有温度刻度，你只能凭火色猜，错不全在你。
不能再只写谁添火，要写每次添多少柴，间隔多久，玻璃放在窑内哪一层，这样便能成功。不能保证，但至少知道下一次不该重复哪一步。火不能停得太急，也不能一直捂着，所以到底要多快？再试。图纸写的清清楚楚，你们眼睛长在头顶。图上写3尺4寸，我们便按3尺4寸做。你拿什么尺量的？铁尺。我用的祖传木尺。县衙收粮的斗，商户卖布的尺，工坊量铁的尺，难道都不一样？不止临川，各州都略有差别。商户往往还会准备2套，买入用大斗，卖出用小斗。这不是差别，是欺诈。先不能只靠处罚，要让所有人有同一套标准可以对照。祖上传下来的尺用了几十年，凭什么全部更换？可以不更换，但必须标明你的一尺与官尺相差多少。买卖前也要让对方知道。百姓哪里看得懂这些？这只是木料收缩，所以以后每年校验一次，损坏与收缩都记录。哇，好神奇！他们连面都没见过，造出来的东西竟能合在一起。真正厉害的不是齿轮，是什么？这6个不认识的人，只看同一张图，用同一把尺，便能一起完成一台机器。不同地方不能完全照搬临川，只需要让每一个不同都说得出理由。开始像个真正的治理者了。以前不像，以前像一个很有勇气的公主，现在呢？像一个会问证据的公主。还是公主。等你坐上更高的位置，再改称呼。你觉得本宫还能回京？临川若做得足够好，他们会怕你不回去。多招些人便是。人多矿道更拥挤，空气也更差。先修运输轨道。同样一车矿，沿轨道拉，比在泥地拖省30%力。为什么不用铁轨？临川现有铁料不够，现在木轨表面包铁皮。明知超载，为何还要试？因为以后一定有人想多装，与其等事故时才知道极限，不如现在先测出来。西侧第3段支木已经出现潮斑，为何没有更换？还能撑一阵，停工换木要损失2日出矿量。所有事故发生前，都有人说未必。西侧停工。殿下，北京商队正在等铁，停2日损失谁来承担？停工损失计入工程成本，若不更换导致坍塌、伤亡、救援和长时间停产，代价更大。只是可能，所以先查验隐患，不是永久疯狂。以前打1块铁，先要反复烧、反复锤，如今直接流出来了。只是生铁，还要脱碳、锻打和试验，不能直接做所有工具。最先做什么？兵器、农具、矿山支箭和水路箭。好铁为何不先打刀？刀不能让临川多收粮。公共铁料优先民生工程，均需另立账册，任何人不得借军用之名私自占用。过去这些成本不是没有，只是由工人与百姓自己承担。胶珠迁到下风巷，工业区与居住区留隔离带，废水进沉淀地，工人轮班缩短。这里有7名普通矿工的指印。巡检制度不是我一个人定的，展览不能只写天宫先生建立矿山安全制度，也应该写下每一位参与者。再挖一条排水沟。地势太低，水排不出去，那便停挖。深层矿脉已经确认，全部放弃，前期投入都浪费。你有办法？蒸汽抽水机，烧水便能拉动活塞。水蒸气膨胀，
冷凝后又会形成液压。你说的很简单，做起来不简单。气缸内壁不够平，活塞与缸壁间隙太大。试制银已经花了3000两，连1桶水都没有抽出来。还要多少？不知道。成功把握不到40%。失败记录是否完整？完整。问题是否一次比一次明确？是。那便继续。殿下，这不是几块玻璃，再试下去，矿山今年利润全部要填进去。市占营从矿务署、商行投资和公共技术基金共同承担，不是由你一家出。成功以后，图纸也不归你一家独占。既然不能独占，商人为何出钱？可以获得限期生产份额和合理分红，但不能永久控制公共基础技术。限期多久？3年。太短。那便不投。不用金属阀片了，改用这个。动了，真的动了！先别靠近，连续运行2个时辰，检查阀门磨损和气缸温度。大家刚准备庆祝，机器能动1次，不代表能连续工作。该起个名字了，叫天宫1号怎么样？不行，叫昭川1号。哼，昭月的昭，燕川的川，太像我们2个人的东西。也可以解释为光明照临川。每个人都必须学会识别压力异常，关闭阀门，更换密封，记录运行时长。超过限定压力时，泄压阀必须自动排气。泄压阀失效或压力异常，立即灭火停机。为何不只让最熟练的人操作？若只有1个人会，那人一病，机器便停。所以你教所有人，教能承担相应岗位的人。你总在想自己不在以后怎么办？任何制度与机器都不能只靠1个人。临川工坊越来越多，会做事的人够吗？鲁大川每天带10几个学徒，仍然忙不过来。罗庆时年纪渐大，脑中的窑火经验没人能完整理。许文山的病坊学徒会静守分区，却不明白为什么有些规则必须坚持。再多招一些工匠。工匠不是登记名字便能立刻出现，要培养。需要几年？最基础的识图与算术1年，能独立负责工序至少3年，真正能够改进技术更久。女子也可入学？可以。工匠可以任教？可以。流民子弟与商晃子弟也能参加考试，只要通过基础考核。若有人不习圣贤经义，只会算术与打铁，也能进入官署。进入工造署，看的是能不能识图、算料、查验工程，不是能不能写一篇漂亮文章。这会冲击朝廷选官制度。临川只是先试，若无用自会淘汰，若有用，朝廷应当学习。天宫先生担任院正，徐问渠担任。沈延川，你比他更懂格物，为何不亲自做院正？我可以负责前期课程，不能把所有权力都抓在手里。你不信自己，是不信任何人永远正确。先生，他们带走临川技术，别的地方学会以后，临川便没有优势。技术若只能靠封锁维持优势，迟早会烂在这里。你希望我回去吗？这是你的决定。你就不能给一个答案？你自己想回吗？想。为什么？不是为了皇位。那为了什么？临川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有机会按自己的办法做事。可大庸还有很多地方，百姓生病只能求神，遇到旱灾只能逃荒，官员只会等朝廷拨银。我想回去，不是抢一把椅子，是想让临川的办法有机会走得更远。那就回。你会陪我吗？3年前，我一直在等空间门重新开启，后来水渠开了，试验田丰收，工坊和格物院建起来，我又想等临川能独立运转便离开。如今这座城真的不再需要我每天盯着，可我却开始舍不得。沈延川，你是不是还想着回你的家乡？想过，但现在这里也有我舍不得的人。谁？一定要我说？本宫命令你说。这种事不能靠命令。沈延川，我想和你建一个家，不是公主府，不是临川城，也不是将来的皇宫，只是你、我，还有以后可能会有的孩子，你愿不愿意？公主求婚都这样直接，你又不喜欢听绕弯的话。这倒是。临川已经不需要本宫每日守着，回京以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我不想等到朝廷重新替我安排婚事时，才问你愿不愿意。
贬谪圣旨允许你在封地自行婚配，但宗正寺可能不认。婚书由灵川县衙备案，出骚宗正寺，若他们不驳回，便视作有效。你已经问过，只是提前查了律例。哼，准备得很充分吗？所以你答不答应？答应以前，我有一个问题。问：若你不是公主，没有临川，也没有将来可能争取的皇位，你还会想嫁给我吗？你认识我的时候，我除了一个被人嫌弃的公主身份，本来便什么都没有。那你为何喜欢我？因为你是第一个问我叫什么的人，也是第一个在我做错时，不因为我是公主便假装我没错的人。消弃条款写在哪里？什么？若成婚以后后悔，总要有解除办法。你还未成婚便想和离？规则不能只写开始，也要写怎样结束。婚姻不能只靠一句永远维持。若有一天我们无法继续，应该允许双方依法结束。那便加上。沈先生，别人登记婚书只写几行，你们为何像签公坊契约？因为婚姻比公坊更容易出问题。先生，你终于不是临川最难安排的流民了。我什么时候是流民？你刚来时没户籍、没田、没亲人，连自己从哪儿来都说不清，还不懂医术，偏要指挥老夫；也不通经义，偏要改学堂。那你们为何还来喝他的喜酒？因为他虽然什么都不会，但特别会让会的人一起做事。这话听着不像夸奖，就是夸奖。新婚第2天出远门，是不是太急？不是你说公共工程不能因为个人喜事停班？我开始后悔教你这些。现在后悔已经晚了。今后无论朝堂、家事或孩子，凡涉及彼此，必须先问对方意愿。宁昭月，我签。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规了，谁都不能违背。但10年后，他却违背了这张契书。你恨他吗？恨过。现在呢？现在只觉得，一个人违背承诺时，最先失去的不是别人，是什么？是别人对他的信任。看得出问题吗？看得出数字不对，看不出钱去了哪里。那怎么办？得让每一笔钱留下去向。户部会配合吗？不会。那你还说？所以不能只查户部，要查粮仓入库记录、钱庄对票、地方收据、商户运输单，再让3方交叉核对。那要多久？半年。太久了。想用3天找到一个漂亮答案很容易，抓几个替罪的人便行。可你若想知道问题怎么发生，半年已经很快。半年后，所有证据都指向顾元策掌控的赈灾转运司。臣为大庸操劳40年，岂能被几本商花账子定罪？顾大人，去年云州拨粮10万担，实际入库6万1千担，剩下3万900担，为何出现在你女婿名下的私仓？可能是下面的人冒用。那兑付银票为何由顾府管家领取？臣愿交出全家产弥补。不是你愿不愿意，是依法核查后，哪些属于赃款，哪些属于你合法所得。朕不会因为你有罪，便让无关家眷和普通仆用一同承担，也不会因为你曾经有功，便让受灾百姓的粮平白消失。你把朝堂搅得人心惶惶啊！怕被查得人心惶惶，与百姓无关。若所有世家都反对你呢？那便证明制度不能只靠世家维持。陛下，吉时已到。燕川，你还记得临川病房外，我将腰牌交给你的那一天吗？记得。那时我说，你说的每一句话由我负责。今日我想再说一次，往后大庸所有改革，你我共同负责。如果有一天我反对你呢？你便站在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反对。好。那一刻，我真的以为我们能把临川的承诺
带尽整座天下。眼睛像我，他还没睁眼，鼻子像你，你只是想让他同时像我们。他本来便是我们2个人的。岁岁3岁时，最喜欢去格物院。为什么水会推着木屋转？为什么沙子能变透明？为什么轮子一定要是圆的？你小时候也这么烦人？不知道，我父母很早便不在了。那岁岁不会，他有我们。为什么没有再派人催我？军情正在谈，你回来也不能让药更快增效。你生气吗？有一点。燕川，你会理解我的。这句话最初只是安慰，后来变成他替我准备好的答案。阿娘什么时候来？先展示，好不好？她来了看不到怎么办？爹爹替他记住。可是她答应亲眼看。做完了。阿娘是不是不喜欢我？不是。那为什么总是不来？天下人都比岁岁重要。我让工造署备了一套更好的工具，明日让岁岁重新展示。他缺的是工具吗？朕只是想补偿。先盗窃。军藏关系数万将士。我没有说你不该查，我说的是你明知道可能来不了，却告诉他一定会到。阿娘。阿娘在。阿娘是不是不喜欢岁岁？阿娘爱你，皇位是责任，你是阿娘爱的人。以后来不了就提前说。好，阿娘答应你。若有事，也可以不来。这些成果不是天宫院赐给地方，谁提出谁试制谁验证，便写谁的名字。沈先生，本周按照您的标准完成新仓。这次改良不是照抄临川，是卢顺师傅留下煤样。青州19名卢工试了4个月。谢谢天宫先生指点。若每次都先谢一个没到过青州的人，下一次谁还愿意把失败写上自己的名字？陛下，草案核心是取消沈先生个人终审，院正设任期，重大营造由多人公议，这些他不会反对。户部停工没有期限，世家举荐者占了多席建议，工匠和地方代表反而被削减。沈先生那边只是初稿。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只是初稿。礼部否决课程时不需要说明理由，户部停工也没有期限，这不是集体治理，是把权力从一个人手中交给另一群人。你一直说两院不能只依赖你，现在削弱个人权利，为何仍然反对？监督要有边界，那便继续修改。为什么不能先商量？因为你一定会反对。争议可以暂停，不能用沉默代替答案。这是国家制度，不是家庭私事。草案直接改变你的职务，也改变我们共同建立的规则。我至少不该最后一个知道。朝中所有人都在说，若有一天你公开反对朕，格物院、工匠和临川是不是都会认为朕根本不配坐在这里？你害怕，可以告诉我，不能因为害怕便绕过我，证明自己能够控制一切。朕是皇帝，
不能每一项决定都先取得丈夫同意。我从未要求，我要求的是，决定直接涉及我的职责和我们的共同规则时，不要让我最后一个知道。拆除无限期停工权，礼部审查必须列明理由。工匠与地方代表保留3席，院正任期制正式实行。这批水利图以后由鲁大川直接管，印系也一并交接。阿娘今日不看奏折，爹爹也不看图，好不好？陛下，改组后第一份任命名单。是不是又有天下的大事？不是。解释。裴氏钱庄早年替朝廷垫付军饷，后来垫付变成惯例，对票也变成强制。你早知道？知道对票存在，不知道台价如此严重。你是军需使，也姓裴，这句话不像解释。臣有失察之责，但陛下若只查2家商后，3个月后还会出现新的2家。裴家控制的不止粮仓，仓库修建银来自裴氏钱庄，运输靠裴家驿站、马场与商后。军官家眷多住在裴家镇，孩子读裴家学堂，家中欠钱庄贷款，阵亡抚恤也通过裴家商号核验。一个校尉得罪裴家，不需要撤他的职，只要不给他的营换马，不替他垫粮，不给家属兑抚恤，他便无法维持队伍。直接超仓呢？第1日能得到看得见的粮，第2日账册消失，驿站停运，军属拿不到抚恤。父亲再放出消息说女帝准备清洗3州旧军，军心会掀乱。不是一座仓、一条路的问题，是一张活的网。3年替代方案，军饷按营造册直接揭发，另修盐道，引入临川和江南商号。军属抚恤由军营与地方共同确认，允许中层军官主动申报与裴家的普通借贷和兑票往来，不一律定罪。第1封报告被地方驿站压下，第2封仍然没有送到京城。乔若真有问题，镇国公府自会处理。你把未经复核的消息送进京，惊动军心，谁替你一家负责？我的女儿在裴氏学堂读书，妻子治病还欠着钱庄银两，而这2日的延误，也最后一次失去了加固机会。青雅桥深夜断裂，前线只剩18日军粮，江南借粮最快35日。父亲未必亲自下令凿桥，可所有人都知道什么结果对裴家最有利。怀疑不能代替证据，但一张让所有人主动替他做事的网，比一道明令更难拆。修复临川盐道，成功把握5成。裴家先开2座粮仓，交出驿站和粮道名册。朝廷宣布裴景恒受封镇王，军务权暂不生效。第2，裴家交出部分军籍、兑票与粮道控制权。3日后举行帝释告庙礼，裴家交出兵符、军械帐和完整军籍，镇王获得3州协理与宗正立席资格。所谓帝释蒙婚，裴景恒不入内宫，不与陛下同居，不取代沈先生的丈夫身份。法律效果是镇王以封地祖产为粮仓交割担保，裴家若违约，便是背弃帝释盟约。第1阶段可以接受。镇王只是虚镇，任何军务权都不得提前生效。告庙必须在第2批军籍交出以后。皇女引礼呢？暂时写进草案，最后由朕决定。陛下，沈先生与穗穗应该知道，只是草案先让裴家开仓，他一定会要求重新商议。穗穗可能直接说不愿意，裴家不会给我慢慢解释的时间。这一段可能让你不舒服。写了什么？昭越10年，边军粮道受阻，帝位稳国本，赐封镇国公世子裴景恒为镇王，并议帝释联姻。天公沈先生心生怨怼，于联姻大典前夜无故失踪。你笑什么？原来历史觉得我是因为嫉妒。这只是官方记录，不代表真相。后面呢？昭越帝取消联姻大典，终生未再行帝释联姻。其后18年。他将观星堂列为2界通道禁地，亲自维护仪器，交怨兴狱。后世不知通道真相，遂复化为吃守观星堂，等待沈先生归来。所以后人称他痴情。是。他后来守护观星台18年是真的，后悔也是真的，可他替我决定的时候也是真的。历史喜欢结果，不擅长记录一个人当时为什么沉默。你相信我不是无故失踪的？我相信证据，但我没有证据。
有。父亲说，如果阿娘不要这个家，我们两个也可以释家。你女儿后来怎么样？不知道。你离开时没有带她。我不确定孩子能不能承受住空间门，所以我不能拿她冒险。她可能会觉得是你不要她。我没有把离开的真相告诉她，也没有留下足够清楚的告别。宁昭月替我做决定是他的错，可我用沉默让穗穗承担后果也是我的错。考古队明日准备开启观星堂地下第2层，目睹记载，那里是昭月帝封存的私人档案室，也许会有你女儿的记录。除沈燕川本人，任何人不得擅入。密码是什么？这是机械锁，需要转动4组数字。我依次输入了临川找到水源、格物院开学、穗穗出生、我与宁昭月成婚的4组日期。现在你还准备解释成巧合吗？要打开吗？开。木箱里没有金银，只有我离开后，穗穗写给我的183封信。爹爹，阿娘说你回家了，可你的家在哪里？为什么不带穗穗？爹，今日阿娘没有成婚，她把所有红绸都拆了，可你还是没有回来。徐先生说，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不代表不存在，所以穗穗开始学画更大的地图。阿娘每天都去观星台，她不许别人动你的东西，可穗穗觉得她应该先向你道歉。爹爹，我今日做出了会自己转的小水温。鲁叔叔说比你7岁时厉害，但我知道鲁叔叔在哄我。阿娘终于承认，她不是没有选择，她只是选了最快的那一条。她说快不代表对。爹爹，观星台的门亮了一下，徐先生说两边时间可能不一样，如果你还活着，穗穗一定会找到你。为什么第6个月后没有了？也许他放弃了。不像。为什么？如果一个7岁的孩子能连续写183封信，那么他就不会突然放弃。你们过来看，这里还有一份观测日志，日志由格物院记录。空间门在第6个月出现能量变动，随后观星舟局部坍塌，2届时间约以12:1流转。云铁门每次开启后需沉积至少半年，能量峰值越高，能承载的活体越多。可能不是没有信，是后面的信没放进来。皇女穗穗私自进入观星堂，下落不明。这日期是什么时候？昭月10年9月13。那换算成现代呢？按照时间比例推算，可能就是最近。回祖宅。沈燕川，我跟你去。这是我的事。空间装置也是考古项目。如果门真的打开，会有危险。那更需要有人记录和处理。你为什么一定要帮我？因为你看那些信的时候，像一个马上要失去最后希望的人。我不想让你一个人面对。还能开启吗？不知道。你当年怎么开启？按照太阳活动、地势变动和古代观星记录对时。今晚有条件吗？监测显示，5夜前可能出现一次峰值。还有10分钟。如果他真的过来，他会出现在门后。如果没有呢？我继续等。爹爹，穗穗，爹爹，穗穗终于找到你了。爹爹，这里的夜明珠为什么不会灭？这是电灯。电是什么？
一种能源，比煤好吗？用法不同。小朋友，先量体温。我不是普通小朋友，那你是什么小朋友？大庸昭月帝之女，临春格物院幼学1年级学生沈穗穗。孩子刚到陌生环境，加上最近电视看得多，入戏有点深。爹爹，我没有演戏。我知道。穗穗的出现触发龙国国家级联合响应，多部门联合成立2届通道工作组。他经隔离检疫、身份评估后，由我作为监护人办理临时身份。此后，所有经空间门通行的人员与物体均需登记检测留档。先生，这个为何没有脐带？他姓苏。苏先生。为什么叫我先生？能教穗穗东西的人都可以称先生。你觉得我能教你什么？考古。我也可以先教苏先生大庸话，苏先生再教我现代考古。成交。爹爹，他认识穗穗吗？他能感应靠近的人。谁来都会开，那他比宫门侍卫公平。啊！箱子动了。这是电梯，会掉下去吗？有安全装置。从1楼到12楼，不用走楼梯？对。阿娘看见以后，一定想搬一台回去。那他要先学会交电费。电费是谁？不是谁，是使用能源需要支付的费用。我还以为是这里的户部尚书。你叫什么名字？你没有月钱吗？他没听懂。为什么一直干活？那他会累吗？不会。坏了怎么办？维修就行了。爹，大庸以后也能造吗？那需要很长时间了。那便先从能自己抽水的机器开始。你会蒸汽抽水机？鲁叔叔已经做出第3代，阿娘说没有爹爹也要继续改。爹，你是不是还在生阿娘的气？大人的事有些复杂。阿娘每天都去观星台，她说如果早知道你真的会走，她一定不会下那道诏书。那如果他知道我不会走呢？什么？没什么。我把画带来了，家是不是也能带过来？家不是一张画，也不是所有人一定要住在一起。那是什么？是我们不管住在哪里，都愿意爱你，听你说话。那你还爱阿娘吗？穗穗，这个问题应该让你父亲自己慢慢想。苏先生也喜欢爹地吗？喜欢。那你会不会不喜欢阿娘？我不认识他，但不能因为喜欢你父亲，就先讨厌一个没见过的人。那阿娘来了以后，你们能不能不要吵架？我可以保证不主动吵。至于你母亲，要等她来了再问。你觉得她会来？穗穗能过来，说明门还会开。她既然找了你那么久，不会停下。穗穗来到现代的半年后，我在苏清堂住处附近租了房。苏清堂帮穗穗联系了临时学校，也和我一同整理水渠、病荒等遗址资料。合作方曾提议借天宫先生现身的猜想造势，但被苏清堂以证据不足回绝。我协助复车水渠模型，也曾主动坦言记忆会有偏差。我们两人有过分歧，也在反复验证中渐渐建立信任。你知道大庸吗？没有找到相关结果。他读过的书还没有徐先生多。他需要数据库里有资料才会知道。
那我们把大庸的书给他可以吗？可以，但是得等考古资料公开以后才行。那他以后会知道爹吗？会。知道阿娘吗？也会。那也要把阿娘犯的错也告诉他吗？历史不能只留下好听的部分。那会不会很多人骂阿娘？我们会记录事实，不会引导别人辱骂。虽然阿娘做错了，可是她也做过很多好事，所以更要完整记录。一个人做过好事，不代表他永远不会犯错，犯过错也不代表他以后不能改。谢谢。谢什么？帮我照顾穗穗。我不是替你照顾，他也很可爱。你不介意我的过去？介意。介意你有一段10年婚姻，介意你可能还没放下，也介意有一天空间门打开，你会不会突然离开？那你为什么还帮我？帮你和喜欢你是2件事，就算不喜欢，我也不会看着一个孩子无人看管。但我确实喜欢你，而不是因为画里的天宫先生。那是因为谁？因为会在施工现场给每个工人准备同样安全帽的沈烟川。因为发现学生算错数据，会让他重新验证，而不是当众羞辱属他的沈川。也因为你明明很想女儿，却没有用孩子逼他母亲道歉。听起来我像个很好的人，但你也有问题。什么问题？不愿意表达，总觉得自己忍一忍便能解决，最后忍到彻底离开，让所有人措手不及。宁昭月替你做决定是他的错，可你在真正心死前，有没有明确告诉他，你已经承受不住了？说过。说到什么程度？大多时候，我只告诉他政策不合理，却没有明确告诉他我已经承受不住了。离开前，我也没有向穗穗说清楚全部真相。我这不是在替他开脱，只是你未来不管选择谁，都不能再用沉默代替沟通。这也是考古经验。不是，是我对未来男朋友的要求。沈岩川，我喜欢，但我不会和一个一直站在过去门口的人开始。如果你想往前走，先把那扇门里的事情处理清楚。如果处理完，我没有选择你呢？那是你的自由。我会难过，但不会拿帮助过你当做交换条件。想清楚了。我不能保证过去不会再出现，但我可以保证，不把你当作忘记过去的工具，也不会让你在2个人之间等我比较。那我们试试。你们是什么？徐先生说，大人忽然安静，一定有事瞒着孩子。过来。我和你父亲准备交往。交往以后会成婚吗？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每一步都要2个人愿意。那爹爹愿意吗？苏先生愿意吗？现代人成婚真慢。我离开后，宁昭月没有举行联姻大典，这是裴景恒后来亲口告诉我的。当时空间门在他面前消失，他独自在观星台站了1夜。陛下，吉时已经错过，是否改到午时？取消吧。
陛下，册立诏书以昭告天下。那便再发一道诏书。陛下是在拿三州军心开玩笑吗？裴国公，军心究竟属于大庸，还是属于裴家？三州将士世代受裴家供养，军饷不是国库拨付，粮食不是百姓赋税，何时变成裴家供养？陛下若毁约，边境一乱，责任谁担？朕担。没有沈彦川，陛下拿什么担？所有人都认定我离不开他，连我自己也是。父亲，够了！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知道。过去3年，三州军饷没有丢，其中2成被转入裴家控制的钱庄，3成被你用来收购矿山和工坊。剩下的粮食被压在仓里，等朝廷答应婚约后再发。证据完整吗？对票、仓单、家书和经手人名单都在。逆子，我现在就废你世子名籍，逐出族谱。保住家族，并不是帮助家族挟持朝廷。你真不怕这段时间三州断粮？裴景恒交出的仓单、对票和经手人名单，已经足以让三司签发紧急接管令。天宫院的备用调运方案，现在终于具备合法执行条件。沈彦川已经走了，谁来执行？徐问渠负责协调，鲁大川负责攻防，沿线驿站会按标准册执行。他们未必听得懂。沈彦川用了10年，就是为了让天下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懂。陛下，河东钢轨尺寸与临川不一，矿车无法通行。陛下，南州水泥配比错误，3座仓库需要重建。陛下，阁务院2派争执，都说自己继承了沈先生的方法。陛下，沈先生留下了标准，但标准需要制度维护。以前为何没有这么多问题？因为以前所有部门冲突，最后都由沈先生协调。那现在怎么办？建立独立技术议会，让工匠、学者、地方官和使用者共同参与。公开错误，统一标准，不能再等一个沈先生回来替所有人决定。阿娘，爹爹会回来吗？会。如果他不愿意呢？那阿娘便去找他。这个3角不只是表示需要送水，还说明这一户有人无法自行行走。资料里没有写这么细，我在格物院学过。小朋友是在演古装角色吗？这事还不能公开。爹爹，这画的不像。哪里不像？你本人会笑，画里没有。古代正式画像通常比较严肃。那以后给爹爹重新画一幅。女士，金属配饰需要放托盘。这是皇室印信，不能离身。那可以人工检查，但必须配合。阿娘，尹昭月比记忆里瘦了1圈，现在没有龙袍，没有仪仗，也没有任何人跪下迎接他。燕川，阿娘，你真的来了！朕终于找到你了。这里没有朕，现代的公共场合不要这样自称。他是谁？苏先生，爹爹的女朋友。女朋友是什么意思？准备认真了解并共同生活的人。那我呢？你是岁岁的母亲，也是我的过去。这里不适合谈，先离开展厅吧。你在命令我？不是，只是在给3个人一个不会影响他人的谈话建议，你可以不接受。听他的。天宫先生沈彦川，去向不明，不是去向不明，是我把他弄丢了。苏先生坐哪里？这里。彦川，婚礼已经取消，裴崇渊也已交三司审理，3州兵权收回大半。然后呢？你说这些是想证明什么？证明我已经纠正错误了。你纠正的是婚礼和裴家，可我离开并不只是因为裴景恒。我知道，是因为我没有提前与你商量。还有呢？你来到这里第一句话是什么？
燕川，终于找到你了。不是，在观星台稳定下来以后，你对徐问渠说过什么？阿娘说等找到爹，一定带爹爹回去。你从未想过，我可能不愿意回去。可那里有你建设的一切，临川格物院、天宫院，还有我和穗穗都在等你。穗穗是我的女儿，她在哪里，我都会爱她。但临春和格物院早已不是我的私产，你不能因为我们曾经相爱，便把我的未来也算进你的计划。那我该怎么办？找了你这么久，我取消婚约，公开陪嫁证据，我也在学习你留下的制度，难道这些都没有意义吗？有，他们对大庸有意义，对你成为更好的皇帝也有意义，但不能自动换成我的原谅，更不能换成复合。所以你真的选择他？这不是你和我之间的比赛。我与你说话了吗？你提到了我，而且你一直把问题理解成沈彦川是选择旧爱还是新欢，可真正的问题是他愿不愿意回到那段关系。我们有10年夫妻之情，还有孩子，所以他不会否认过去，也不会阻止你做母亲。但10年不能证明未来10年必须继续属于你。你认识他才多久？凭什么替他说话？他没有替我说，他只是在提醒你，我拥有选择权。彦川，你以前不会这样对我。以前怎样？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会先理解我的难处。这就是问题，我理解你太久了，久到你忘记我也需要被理解。阿娘，你不是说来找爹爹道歉吗？徐先生教我，道歉不是说完对不起，就让别人照自己的想法做。如果爹爹不回去，阿娘也要尊重他。那我还能留在这里吗？你可以暂时留下，但不是住在我家。为什么？因为彦川和我正在交往，你们同住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边界。那我住哪里？研究所可以申请临时安置房，需要登记身份、接受检查和遵守管理规定。我也要登记，所有人都要。这里的规矩不会因为你曾是皇帝便绕开你。好，我学。为什么不先处理我的事？请按号码顺序。我有急事。前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急事。这里的官员不知道我的身份，知道也一样。若是你们国家最高管理者来呢？那会有特殊安保流程，但普通公共服务还是要按制度办理。最高管理者也不能让别人先处理，权力只能用于履行职责，不是证明私人事情更重要。A037， 姓名：明昭月，生日日期：明昭月报出一串大庸历年，但工作人员听不懂，最后苏清堂帮他换算成公历。婚姻状态：婚姻状态：曾婚。女士，餐盘要放到回收处，不是有人负责收拾，每个人自己的饭盘自己送回去。只是一只盘子，每个人都觉得只是一只，最后便会变成所有人的负担。你离开前我也说过，只是一个阵亡名分与联姻关系。原来一句只是，往往是因为承担后果的人不是自己。这是你今日学到的？是。阿娘进步了。只是放个盘子。先生说，大改变都是从小地方开始。这东西速度如此快，安全吗？只要按规则运行和维护，比马车安全。只是靠什么推动的？电力。那轨道是谁修？很多工程师、工人和管理人员。人人都能做？买票就行。不分官阶？不分。若大庸有这样的车，那临川到京城便不需要半月。大庸离这一步还有很长距离。那你愿意交吗？对不起，我又在想怎样让你为大庸做事。你以前看到新东西，第一反应都是能不能让百姓用上，我便习惯了问你怎么办。技术资料可以整理出来，通过格物院公开研究，但我不会因为这件事回去的。我明白。穗穗，慢点，让别人先走。阿娘，你现在越来越像现代人了。好还是不好？好，因为现代人不会让我由别人代行皇族引礼。对不起，阿娘以后先问穗穗就可以了。从只是到对不起，他走了很远。你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吗？这幅画是我登基第2年时陆怀章所作，右下角被装裱挡住的位置有他留下的一枚小印。史书记载，昭月帝此后终生未再行帝室联姻，是否属实？我来到这里时，
大庸已经过去7年零2个月，门未完成双向锚定以前，两地时间仍大致以12:1流转。那史书为什么把他守护观星台的18年写成寻找沈先生？史书记录的应该是我后来回到大庸以后做的事。观星台关系两界安全，我前后守了18年，史官不知道门后是什么，只能用他们理解的方式解释。也就是说，史书记住了行为，却误读了原因。我如今既然已经看见这段记录，回去以后更要把通道守好，但不是为了表演痴情，而是为了两界安全。口述、实物和年纪能够相互印证，比猜测时间重叠更可靠。你相信我的解释？我相信目前证据只支持几种可能，不急着选最戏剧化的一种。你与燕川很像，哪里像？都不喜欢别人轻易下结论，所以我们适合一起工作。后人为何这样评价我？因为昭月帝终身未再行帝室联姻，又封闭观星阁。史书还写，他每年在天宫先生失踪之日亲自祭告。祭告？我不信鬼神。那一天是年度校准日，我是在检验直针、云铁环与星域误差。那应当是后世史官不了解仪器用途做出的文学化解释。删掉，这是古籍原文，不能删。我是说，在展览说明中注明证据不足，不要把我写成日日对着空门哭泣的人。很多历史人物都希望后人把自己写得更深情、更伟大。若深情是真的，伤害也应该是真的。你的回忆属于口述史料，需要标明来源，不能直接当作既定事实。昭月10年，帝位与丈夫商立，便决定政治联姻，并要求女儿在礼制上称新丰镇王为王叔。沈先生多次表达反对，帝仍以大局为由要求其退让。沈先生离开并非无故。这些内容公开以后，可能影响世人对昭月帝的评价。评价不该由我挑选事实以后决定。你不怕被骂？我曾经怕失去皇位，怕失去兵权，怕改革失败，唯独没怕过失去他，因为我认定他不会走。如今我最怕的事情已经发生，还有什么不能承认？承认以后呢？以后让大庸史官也这样记，不要只写皇帝后来多后悔，要写他当初做错了什么。谢谢。你愿意原谅我了？谢谢你尊重事实，但这是你本来就应该做的。我明白。史书只写他痴情，他却要后人写下他当初到底做错了什么。不会写？不是，是我不知道应该写几个人。你想写谁便写谁。爹、阿娘、苏先生、鲁叔叔、徐爷爷、许爷爷，但老师说字数只有300字，写不下。那就写最常陪你生活的人。阿娘以前总在批奏章，算不算最常陪的？岁岁觉得阿娘陪你少。为什么以前怎么不说？我说过。什么时候？你忙的时候。你总说等看完奏折，可是你看完1本又来10本，后来我便不再说了。那阿娘现在听。我想让爹爹、阿娘和苏先生一起吃一顿饭。为什么？因为你们每次见面都在谈大人的错，现在我想让你们谈一些高兴的事。可以，你不介意？介意，那你还答应？因为孩子提出的是一顿饭，不是要求谁复合。为何一半红一半白？这叫鸳鸯锅。鸳鸯不是应该在一起？为什么中间隔开？因为喜欢不同口味的人也可以坐在同一张桌上。只是解释火锅。阿娘，不能直接吃，要等熟。朕知道。阿娘，现在没有朕。我知道。这东西为何会咬舌头？因为里面有2氧化碳。你以前若带回1瓶，临川商户一定能卖出高价。抱歉。这次不用道歉，正常讨论商品而已。这是宁昭月来到现代后，我们第一次没有围绕伤害和原谅说话。我的一家有很多人，我父亲会修水渠，母亲会管理国家，苏先生会从泥土里找到历史。他们不住在同一个家，但都爱我。以前我以为一家人必须永远在一起，后来岁岁知道，不逼别人做不愿意的事也是爱。写得很好。可是这样，老师会不会觉得我家很奇怪？每个家都不完全一样，只要里面的人愿意互相尊重，
便不是坏的家。家不是把所有人关在一起，而是门打开以后，大家还愿意回来看看。为什么没有我？名录记录的是具体工种和工作，你是决策者，名字在公共决议和择议书上。那你为何也在名录里？我参与了测量、设计和施工。史书把所有功劳都写给我，可这份名录里，我甚至不在第一页，这才是历史真实的重量。一个时代不会只由帝王完成。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配不上沈燕川？以前是，现在呢？现在我觉得配与不配不是我能裁决的。你做错过，也有在改变，但你改变了以后，燕川是否回头，仍然由他决定。你不怕我把他带回去？怕，我当然会怕。我喜欢他，想与他长期生活，可害怕不代表我要控制他。若他最后选择我，你会怎样？难过，结束关系，然后继续生活。你不会恨我？我可能不喜欢你，但不会用恨来决定余生。我曾以为，只要足够爱一个人，便应该不惜一切留住他。不惜一切里的那个一切，也包括对方的自由吗？你都听见了？听见了。那我今日也想问清楚，你选择苏清堂，是因为他比我好吗？不是。那为什么？因为和他在一起时，我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感受，或者值不值得被看见，而他也会先问我愿不愿意。原来我输的不是他，这也不是输赢，是我把你弄丢了。对不起，不是为了让你原谅，只是我终于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苏清堂，谢谢你没有把穗穗当成负担。我照顾她，不是替你完成母亲的责任，而你回去以后仍然要自己承担。我会的。徐先生，陛下，南州工坊停产，河东运输标准冲突，三州旧部煽动商户抵制新政，工议会无法统一意见，请陛下尽快回朝。徐先生，穗穗在我身边，大雍是否安全？京城安全，但地方开始出现两种声音，一方说所有制度必须严格照办沈先生旧案，另一方说沈先生已经离开，应当全部废除。两边都把他的名字当旗号，没人愿意坐下来解决实际问题。告诉他们，不要以我的名义争。沈先生，您真的还活着？活着，但不会回去主持朝政。临川制度从来不是一套不能改的圣旨，谁说我的旧案一句不能动，谁便没有理解格物二字。让各州把问题、数据和成本全部公开，先统一最基础的安全标准，其余允许地方试验。陛下，时间不多了。阿娘，我们要回去吗？阿娘要回，你可以选择留在现代陪爹爹。阿娘不会再让爹爹一起回去了。不会，那是阿娘的责任，不是他的。这句话说出口的那一刻，我心里某处一直紧绷的地方终于松动了。空间门什么时候能稳定？按照变动周期，7日后可能短暂开启，一次能通过最多2人，还不能携带太多物品。能不能帮我整理一份建议？不是让你替我解决，只是我需要一个了解两边制度的人，告诉我哪些问题最危险。可以，但最后怎样做，由你和大雍的人共同决定。这是大雍现有的3州工坊产量和运输路线。为什么不直接给他们发电机和现代机器图纸，一步到位不好吗？没有材料加工、维修和教育体系，图纸只会变成神物。他们需要的是学会怎样继续发展，不
不是等现代不断输送答案。我以前也犯过这个错，我总以为留下燕川的图纸便等于留下他的能力，后来才知道，图纸不会自己协调官员，不会替工匠争取预算，也不会在失败时指出问题。那你这次回去先做什么？先把所有争议公开，让支持、反对和受影响的人都说话，再建立不属于任何世家的独立技术议会。还要明确谁决策、谁负责、谁验收，不能所有人都有权提要求，出事却找不到责任人。如果这次门关闭以后再也打不开呢？那你们要好好生活。你不会遗憾？会，但遗憾不能成为要求所有人留在同一处的理由。你对我还有一点感情吗？10年不可能变成什么都没有，可感情不是只有一种去处。我可以希望你过得好，尊重你作为岁岁母亲的身份，也记得我们共同见过林川，但我不会回到夫妻关系。我知道了。你真的不准备给大庸一张新机器图？不准备。以前你每次遇到危机都会拿出新办法，治疫、找水、改离、修路、建工坊，如今为何只给我几页制度建议？你觉得大庸现在最缺什么？统一标准、协调机制，还有愿意承担责任的人。所以新机器却解决不了。技术必须被足够多的人掌握，不能让任何世家、官属或个人拥有永久垄断。核心技术也完全公开。涉及公共安全和民生的基础标准必须公开。商业工艺可以设置合理保护期，但不能无限期控制市场。公共工程必须公开预算、验收结果和责任人，所有百姓都能看。能公开的都公开，不懂的人也可以质疑吗？可以，质疑不一定正确，但回防质疑是管理者的责任。任何国家利益都不能默认某个人必须牺牲。这是写给大庸还是写给我？都是。燕川，如果那时我愿意与你商量，我们是不是不会走到今日？也许，可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如果。你从前最爱教人复盘错误，如今为何不愿与我们复盘我们的婚姻？因为技术复盘是为了下一次做得好，感情复盘也一样。但下一次做得更好，不一定要和同一个人重新开始。我明白。这个还给你吗？你留着。为什么？不是为了提醒你欠我什么，是提醒你以后与任何人共同做决定时，先问对方愿不愿意。我准备好了。你决定跟阿娘回去？徐爷爷、鲁叔叔和许爷爷都在等我，我还要完成格物院1年级考试。爹爹会不会难过？会。那我留下。你想回去便回去，不用因为爹爹难过就改变自己的选择。苏先生会陪爹爹吗？会，但你父亲不是需要别人看管的孩子，他也会好好照顾自己。这个带不回去吗？不能。那我画图。大庸暂时还造不出这种机器。我知道，我要先画下来，以后一步一步学。像极了你。也像你，他在想做一件事时，谁劝都不听。这是夸奖？一半。爹爹，等门再开，我把真的造出来给你看。爹爹，你不许忘记岁岁。不会。苏先生，你也不许忘记。你的现代作业还在我这里，下次来要补完。现代也有作业？当然。时间不多。燕川，我不会再问你会不会回来，也不会因为做完改革便觉得自己有资格换回你。我希望有一天你听到大庸的消息时，不会只想起我给你的伤害。我已经能想起临川的水渠、格物院的第1堂课，还有岁岁出生的那天。伤害是真的，可好的部分也是真的。够了，这对我已经够了。爹爹，阿
娘说这次她自己能行。岁岁，不用替阿娘解释。好，我相信你们。难过吗？难过。想追过去吗？不想。这一次，没有人被丢下，我们只是各自回到应该承担的生活。此次双向开启后，两端陨铁装置完成稳定锚定，经3届时间差由12:1收敛为1:1。自此，2届年份同步推进。陛下离朝数月，不先追究动乱之人，反而让工匠、商户和农妇进入朝堂议成何体统？不是进入朝堂决定所有国事，他们只讨论自己真正参与的工程、价格和生产。普通百姓不懂国家大局。大人懂高炉温度吗？本官无需亲自打铁。那您凭什么决定高炉该用多少煤，拨多少维修费？哼，有下属上报。若下属只报好消息呢？以后所有公共工房必须提交3份报告：管理者报告、技术人员报告、使用者报告。3方不一致时公开复核。国库深知涉及机密，若人可查，容易被敌国利用。军防机密可以设置期限，百姓修一条路花多少银子？工房为何停产？验收由谁签字？不该永远成为秘密。这是裴家控制的矿山和钱庄全部资料。他这是借机保命啊！我当然想保住自己和家族中无罪的人，但保住不等于掩盖错误。父亲做过的事由他承担。普通工人、仆役和没有参与的族人，不该因为姓裴便失去一切。陛下变化很大。以前我总觉得皇帝必须给所有问题一个答案。现在呢？现在我知道，皇帝更重要的责任是建立一个让正确答案能够被找到、被质疑、被执行的制度。沈先生若听见，会很欣慰。这是我应该学会的，不是做给他看的功课。裴崇渊被依法革除爵位，赔偿拖欠军饷及公房损失。裴家合法产业保留，由管理委员会监督，没有株连，没有私刑，也没有用仇恨制造新的对立。河东新区预算太高，应该缩短30里。缩短以后，最干旱的4个村仍然没有水。若改走北坡，长度不变，石料成本可以降低。北坡容易滑坡，必须先做勘察。以前沈先生一句话便能定。以前不是一句话定，是你们没看见他在背后听了多少人的意见。现在他不在，你们便更应该学会把意见说清楚。最终，河东新区通过小段试验后调整路线，没有人获得全胜，但4个缺水村庄都被纳入工程，预算也没有失控。沈先生是格物院创始人，为何不能用他的名字？他若在这里，第一个反对。为什么？因为最高荣誉若只属于一个名字，后来的人永远只能站在他身后。没有惊天动地的发明，也能得最高奖励。让一个母亲更安全地生下孩子，让矿工每天平安回家，让灾少饿死一些人，这些事还不够重要吗？我的蒸汽抽水模型连续失败了6次。你父亲是天宫先生，为什么模型还总坏？因为机器不知道我是谁的女儿，错了就是错了。小殿下真的学会了先生那套。不是爹爹那套，是格物院的规矩。不是爹爹那套，是格物院的规矩。这已经不是传统帝王改革，更像现代公共治理的早期雏形。你当年设想过吗？想过，但没有做到这一步。他做到了。你后悔没有回去参与吗？正因为我没有回去，他们才证明大庸不需要永远只有一个天宫先生。帝急于收回兵权，未与丈夫及女儿充分商议，便许诺政治婚约。其自以为保全大局，实则将亲近之人的理解视为理所当然。沈先生离开后，帝方知爱不能以牺牲为默认条件。还要继续吗？要。沈先生未归，并非帝悔过不足，而是原谅从不必然导向重续婚姻。帝尊重其选择，终生以共同抚育皇女、维护两界交流之责相待。这句话像是写给后人的，也是写给他自己。有人问他为何不再行帝室联姻，他回答：不是为了给谁守身，也不是用孤独证明深情，
我只是选择把余生用于尚未完成的责任。婚姻不是皇帝必须拥有的装饰，一个女人也不需要通过属于谁证明自己的人生完整。他真的走出来了。是，你们以后还会见面吗？空间门仍然不稳定，但两边已经可以通过特定材料留下信息。每年大雍会把公共议会记录、技术实验和岁的信放入观星堂，现代空间变动时偶尔能接收到。我也会留下现代基础科学教材、公共管理案例以及给岁岁的信。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特殊的跨时空通信。对我们而言，只是家书。你给宁昭月写过吗？写过一次。写什么？我写临川的水吹渠还在，格物院还在，岁岁也在长大。我们白走那10年。他回复了吗？回复了，只有一句：谢谢你承认那10年不全是错误，这是事实。我们后来没有成为仇人，也没有重新成为夫妻，只是终于能够不扭曲彼此的过去。有人认为昭月帝后来推动改革，完整记录错误，并尊重你的选择，已经证明他值得被原谅。你怎么看？原谅和复合是两件事。我可以承认他改变，也可以放下怨恨，但没有任何规则规定，一个人变好以后，曾经被伤害的人便必须回到他身边。那你是否认为他的追寻没有意义？有意义。他寻找我，让我们有机会把没有说清的话说完。他回到大雍改革，让很多人不再承受同样的牺牲。这些意义不需要用重新得到我来证明。如果没有苏清堂，你会不会选择昭月帝？这个问题表面在问爱情，其实仍然把女人当成2个选项。我不选择回到过去，不是因为出现了更好的人，就算没有清堂，我也会先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故意在镜头前说这些，让我放心？不是故意，本来便是事实。那我对你而言是什么？不是离开宁昭月的替代，也不是证明我过得更好的工具。你是我在重新学会表达、信任和选择之后，仍然想牵手的人。这次要牵多久？先从今天到明天。这么短？然后每天重新选择一次。听起来不像承诺。真正的承诺，不是说完永远便不用再努力，是每一天都仍然愿意。爹，苏先生，我参加了百工奖少年组，虽然没有得第1，但我的水泵不会再漏气了。鲁叔叔说，失败7次还能继续，比第1名更重要。鲁叔叔的意思是坚持重要，不是得第1都无所谓。阿娘现在特别会解释别人的话。燕川、清堂、大雍今年粮仓轮换制度已经覆盖20州，孕产医馆也增加到176所。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向共同参与过这条路的人汇报。做得很好，但下次让负责这些项目的人自己汇报，不要所有成果最后都变成皇帝政绩。阿娘，爹爹又在教你做事。他说的对，下次请医馆院长和粮仓负责人来讲。看到他这样，真的没有一点动摇？有欣慰，但没有想复合。我喜欢这个答案，不是因为你没有动摇，是因为你能分清不同感情。那你会因为别人说我无情而介意吗？不会，选择边界不是无情。为了证明自己善良，回到不适合的关系里，才是对所有人不负责。沈彦川，怎么了？你愿不愿意和我组成一个现代法律承认双方都有完整权利和义务的家庭？这个表达不好，很像项目合同。那我重新说。不用重新说，我愿意。想清楚。想清楚了。不是因为岁岁喜欢我。不是。不是因为宁昭月回去了。不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应该开始新生活。因为我想和你一起生活，一起上班，一起吃饭，为谁洗碗争2句，也为一个工程问题讨论到半夜。我想在做决定时先问你，也希望你不同意时直接告诉我。成交。你自己的戒指呢？你给我戴。岁岁会愿意吗？我和苏清潭准备结婚，你愿意参加吗？愿意，我要给你们保管戒指。戒指已经戴上了。那我负责婚礼流程。你还没有来过现代婚礼。我可以学。恭喜。谢谢。婚礼是什么时候？ 2个月后，
空间门下一次稳定窗口，可能正好在那几日。如果你愿意，可以作为穗穗的母亲参加。你真的愿意让我来？前提是你清楚自己的身份，不是来阻止婚礼的前妻，是陪女儿参加父亲婚礼的母亲。我清楚。你担心吗？担心？担心他反悔？不是。担心他会难过？你关心他的感受没有错，只要不因为他难过，便取消我们的决定。不会。那便够了。我要给每张桌子放一架小水车。婚礼不是格物院成果展，可是爹和苏先生就是在遗址项目认识的。水车可以缩小做成桌卡。你也参与？我只是在帮穗穗。可以，但不能用真正的流水，会弄湿桌布。我们没有成为传统意义上的一家人，可我们正在为同一个孩子学习一种新的相处方式。没有人假装过去不存在，也没有人要求未来必须复制过去。爹爹，慢一点。这是大雍百宫院共同制作的礼物，不是皇室赏赐。阿娘说，好的关系不是谁离开谁便倒下，是合在一起可以更好，分开也能站稳。是百宫院的寓意，不全是我说的。我很喜欢，谢谢。他没有穿红色。可以聊几句吗？明日以后，你便是苏清堂的丈夫。你紧张吗？有一点。你与我成婚时没有紧张？那是只请了几个人，而且第2天你便要回京。我那时总觉得天下有太多事比我们的生活更急，后来发现，那些被我不断推迟的相处，不会因为天下安定便自动补回来。我曾经想过，如果我在明日大闹婚礼，你会不会有一点动摇？只是想过。然后穗穗问我，阿娘若真爱爹爹，为什么要让他在最重要的一天为难？我答不上来，现在答得上了。爱不是让别人用痛苦证明还在乎你。我准备回去以后，将它放进大雍婚姻法典陈列馆，以它为基础推动一条新规：婚姻、收养、重大财产与子女教养安排，必须确认相关成年人的真实意愿，不得以皇命、家族或债务强迫。朝堂会反对？已经反对了。我没有只讲我们的故事，我让法司统计了过去10年因强迫婚约引发的纠纷与离散，让他们看见这不是一个皇帝的感情教训，是很多普通人都在承受的问题。这比道歉更有意义。你终于夸我一次。我以前也经常夸。是，只是后来我只记得你反对我的时候。明天我会坐在穗穗旁边，不会穿红色，不会抢话，也不会在你宣誓时离场。能不能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你问。如果没有那次错误，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吗？也许。可人生不能用没有发生的可能否定已经走到这里的我们。我明白。沈延川，祝你幸福。这一次不是为了证明我放下，是我真的希望你幸福。你也是。为什么戒指在小朋友手里？因为我负责监督他们遵守家规。什么家规？第一，涉及2个人的决定必须问2个人。第二，不许用我都是为你好代替解释。第三，生气可以暂停谈话，但不能永远不说。第四，谁做饭谁少洗1个碗。最后一条是谁家的？穗穗。是爹爹。是否愿意与苏清桃共同面对未来？愿意。愿意。没有永生永守，也没有离开谁便不能活。我们的承诺只是在关系持续的每一天，尊重、沟通、承担。阿娘，你难过吗？有一点。那我们去吃蛋糕。蛋糕能治难过？不能，但是甜的东西会让人舒服一点。要不要过去？让他们单独待一会儿。空间门稳定度提升，按模型推算，
未来可能每年开图2次。那我可以一边在大庸上格物院，一边在现代放暑假。前提是两边作业都完成。为什么门稳定以后作业反而变多？因为你拥有更多学习机会。唉，大人总能把辛苦说成机会。那你愿不愿意？愿意，但必须先问我。今日规则有3条：第一，听不懂可以问；第二，不同意可以说；第三，不能因为对方来自另一个时代，就觉得自己一定更聪明。所以，我们当把所有高热病人放在一起，仍然不够准确。是，不同病源需要不同管理方式。模型若与实际不同怎么办？那便用实际数据修正模型。官员不愿公开失败数据呢？大庸新法规定，隐瞒公共工程重大风险，由独立审计调查。不是所有错误都要惩罚，但隐瞒错误必须承担责任。这个阀门结构与沈先生最初图纸不同，原来的好看，但不好修。矿工在地下没有精密工具，我们改成3种常用零件便能替换，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可维护性设计。当然，你们现代人也会从我们这里学东西。技术不是身份竞赛，是谁解决实际问题，谁的经验便值得学。今日不需要皇帝总结，每个分组把问题和下一步计划写清楚，公开给两边参与者。阿娘以前最喜欢最后讲话，现在呢？现在她发现最后讲话的人不一定最重要。这是不是你10年前想象的未来？比我想象的更好。为什么？这不是现代短方面教古代，也不是大庸把我当神，是两边都承认自己的知识有边界。燕川，大庸准备在临川建立跨时代知识馆，馆名暂定格物无界，你有意见吗？没有，但不要在门口立我的雕像。先生放心，陛下已经让人拆了设计图。不是拆，是改成所有者的名字墙。这便很好。你未来有什么打算？我想研究2个时代都能维修的基础设备。不是，你父亲是天宫先生，母亲是昭月女帝，会不会给你压力？机器不会因为我是谁的女儿便少坏一次，我只能自己学。如何评价父母的感情故事？他们曾经相爱，也彼此伤害过，后来没有重新成为夫妻，但都学会了尊重。我不觉得这是失败。你更支持父亲还是母亲？我支持事实，做对的事便肯定，做错的事便改。家人不是用来站队的。博物馆为什么要展示失败？因为文明不是一串从未出错的胜利，是一次次发现错误后仍然愿意改进。我曾认为皇帝承担天下，所以身边人理应理解我的牺牲。后来才明白，权力越大，越不能默认别人为我的决定付出。善意若未经同意，也可能成为伤害。每次来看都会停很久。因为他写得很好。你还会想起他？会。介意我问吗？不介意。今日朕只负责确认程序是否合法，技术方案由专业议会讨论，预算由公开审计核查，最终结果接受百姓监督。若议会结论与陛下意见不同呢？那便按证据更充分的一方执行。皇帝的身份不能让错误答案变正确。爹，阿娘今年不来现代。为什么？大庸正在进行皇权交接改革，他准备把更多政权交给内阁和公议会。他要退位。阿娘说，一个制度若必须靠明君才能运行，便不是好制度。他终于把临川的最后一课学完了。什么课？盛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母亲，你这次能住多久？没有朝务，想住多久便住多久。大庸那边真的不需要你？需要，但不是每一件事都需要我亲自处理。新任内阁首席是格务院出身，百公议会也已经独立，我留下反而容易让所有人继续等我的意见。以后准备做什么？先学习现代公共管理，再参与2届婚姻与家庭制度比较研究。母亲终于从被研究的人变成研究别人，不研究别人，研究制度。你们还记得第一次一起吃火锅吗？记得。你母亲问鸳鸯为什么要隔开，我那时确实不懂。现在懂了。懂了，不同口味的人桌上不需要强迫所有人吃同一边。那为了今天干杯。今日是什么日子？没有特别意义，普通的一天也可以庆祝。我以前总想知道，如果没有那场婚约，我们会不会一直在一起？现在不想了。
为什么？因为那个问题没有答案，而且它会让我忽略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东西。现在拥有什么？一个长大的女儿，一个不再依靠个人维持的国家，还有一段能够平静谈起的过去，以及你愿意把我当作故人和家人，而不是仇人。你本来便是岁岁的母亲，也是与我共同见过临川的人。够了，真的够了。沈老师，这扇门未来会不会彻底稳定？可能会，也可能永远保持有限开启。如果有一天关闭呢？门只是连领那两个地方的工具，真正留下了知识、制度和感情，不会夜门皆成空。这句话很好，能不能写进产厅？可以，但要输你的名字。名字上已经有我了，这一次写所有参与维护空间门的人。你们快一点，公开课要开始了。